所以古代咧，我哋講話即係貧窮啊，我哋講其實係兩個概念嚟嘅。窮係講緊窮途末路啊，或者咧你可能係去到一個好盡頭嘅境地，即使係一個有錢人，但係你去到俾人逼到絕境咧，都可以叫做窮。但係貧咧就一定係物質上嘅。所以我哋今日講嘅可能比較接近多啲咧，係貧嘅呢個概念多啲嘅。因為守喪嘅時候咧，佢哋就要過一啲好清貧嘅生活嘅，粗衣麻布啊，唔可以食肉啊咁樣。但係佢哋咧有啲人咧好誇張嘅，佢哋咧就會即係因為佢哋會住喺墳墓隔離嘅。如果父母過身之後，佢哋咧甚至乎咧會匿喺墳墓嗰度掘條地道，喺下面飲酒食肉，甚至乎咧喺下面咧就享樂嘅，出嚟咧就扮晒嘢咧，就係扮貧窮咁樣。Hello， 大家好啊！翻嚟學識開咪，我係節目主持江啟明。Hello， 大家好，我係 Hugo。喂 Hugo 啊，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咧都睇好多古裝片咧，就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古代情節啦。咁啊有陣時咧就會翻去中國古代嘅一啲嘅所謂盛世啦，有陣時會翻去戰亂啦。咁通常俾我哋一個印象咧就係尤其是所謂即係漢唐盛世咧，哇喺裏邊咧就啲生活咧都幾奢華，即係幾富庶咁樣嘅。但係其實咧我知道咧喺歷史上邊咧，真正嘅漢唐盛世，我哋或者今集咧就 focus 講下漢朝咧，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富庶嘅，有好多時啲基層嘅生活咧，而基層係佔人口嘅大部分啦，一定係。究竟漢代人基層嘅生活有幾窮嘅咧？可以呢個問題其實問得好好啊，因為咧我哋知道咧就係喺歷史書啊或者我哋見到嘅資料裏面咧，一定係帝王將相嘅資料咧係最多嘅。咁但係咧我哋其實而家好多嘅學者研究咧，都會關心咧就係其實一般人嘅生活係點嘅咧？而一般人當中咧，我哋睇頭先講到話基層貧窮呢一個概念咧，其實好重要嘅。因為喺唔同嘅時代咧，其實我哋即係會點樣睇貧窮啦，或者點樣畫嗰條線，貧窮線究竟喺邊度咧？古代當然咧就冇咁科學嘅方法，就係去即係計算嗰個貧窮線啦。所以我哋喺睇史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見到嘅貧窮咧係有好多嘅唔同嘅面向嘅。例如咧，我哋睇漢代漢書裏面咧，有一啲嘅人咧形容佢家貧咧，其實佢屋企咧都有30幾畝田嘅，或者係好大片田，佢都係家貧嘅。因為咧就係話，即係佢阿哥咧要耕田去供佢出去讀書，然後咧佢就要出去出邊咧就即係出仕。咁所以咧，即使係有30畝田咧，都會喺史書裏面咧就係記載家貧。亦都有一啲人咧，可能佢係出賣勞力為生嘅，佢會形容佢係家貧嘅。例如我哋可能會識嘅一個人物啊，班超啊，即係班超出塞嘅。咁佢咧就以前咧喺皇宮嗰度抄書嘅做。咁呢啲咧就係即係你出賣你嘅勞力，然後去賺取金錢咧，形容係家貧嘅。但係其實呢個喺現代當中係非常之正常嘅，翻工就係出賣勞力啊嘛。但係古代嚟講咧，覺得咁你呢啲係太窮啦嘅情況。咁除咗呢啲嘅，即係我哋可能今日未必會覺得好貧窮之外咧，亦都有啲真係好貧窮、好貧窮嘅情況嘅。例如咧，喺有一啲嘅歷史人物咧，有一個位叫做李聰咧，佢話佢有6兄弟，6兄弟咧係要輪流着嘅啲衫。今日我着衫，聽日你着衫，即係去到呢一個程度嘅。咁所以咧就見到物質咧係好即係貧乏。而去到即係最窮咧，我諗可能就係借錢啦，即係唔係淨係零，係負數。咁古代如果你借咗錢咧，你可能還錢係講緊幾代人嘅事。咁呢一個貧窮咧就真係可能係無法逆轉嘅貧窮。咁所以貧窮其實似乎都分好多種唔同嘅種類嘅。咁似乎聽落咧，淨係單係漢代咧，都已經有好多唔同程度嘅窮啦。嗱，我哋試下詳細啲去追問下先啦。嗱，其實頭先你都有講到話，有啲人咧，其實就真係好似都用現代嘅角度咧，佢所擁有嘅物質上面咧，都唔係真係咁窮嘅。其實係咪應該我哋未必會叫佢同一類型嘅窮咧？即係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界定，即係嗰條貧窮線又好，或者係點樣樣分類咧？係啊，其實冇錯，即係我哋講緊古代嘅所形容嘅貧窮咧，其實喺即係孔子時代咧已經有一啲嘅爭論㗎啦。咁樣，其中一個咧就係喺孔子過咗身之後咧，佢嘅學生咧，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子貢。子貢係好有錢嘅，孔子最有錢嘅學生，佢係有2國嘅丞相，跟住咧就即係富可敵國咁樣嘅。咁佢咧就去探一個同學，同學咧就比較兜踎啲，好窮嘅，一個叫做袁歇嘅同學。咁咧佢就見到同學，佢就同佢講：同學你好窮喎，你好似好慘喎，好貧困喎，你嘅生活咁樣。咁但係同門師兄弟啦咁樣。咁嗰個同學咧，袁歇咧就話：嗱，我咧就係只係貧啫，我係只係冇物質嘅生活啊。即係呢一個咧喺古代會形容咧，就係貧咧就係物質上咧係唔滿足嘅。但係佢話我唔係窮嘅。因為佢嘅所定義嘅窮咧，就係你能唔能夠發揮到自我，能唔能夠有道德上嘅實踐咁樣。所以古代咧，我哋講話即係貧窮啊，我哋講其實係2個概念嚟嘅。
窮係講緊窮途末路啊，或者咧你可能係去到一個好盡頭嘅境地，即使係一個有錢人，但係你去到俾人逼到絕境咧，都可以叫做窮。但係貧咧就一定係物質上嘅。所以我哋今日講嘅可能比較接近多啲咧，係貧嘅呢個概念多啲嘅。咁所以我哋第時都唔好話自己窮，我哋話如果你真係想講俾人聽窮咧，我哋話自己貧係咁樣。不過呢度都有趣，我想追問一樣嘢就係，咁究竟呢一種嘅情況係咪普遍嘅咧？即係其實我哋頭先一開頭都話其實可能古代咧係好窮嘅，會唔會真係窮，定係其實講緊係貧咧？其實咧，我諗即係如果講窮嘅話咧，我諗係任何時代都好多嘅，好多人個個都覺得自己屈屈得志啊，我有好多才能啊，冇辦法發揮啊，所以窮呢一個概念咧，基本上係貫穿成個古代咧，都係 keep 住有嘅。你見啲人貶官啊，一定係窮嘅。咁但係貧咧，其實我哋如果睇即係上古嘅歷史，就係漢代啊、春秋戰國嘅歷史嘅時候咧，就相對難咧做一個統計嘅數據嘅。因為資料咧往往咧係比較即係冇咁多啦咁樣，所以我哋如果要判斷咧就係話，有呢一個歷史人物，佢係貧嘅，貧到咩程度？例如好似顏回咁樣，佢即係安貧樂道嘅，佢自己可以選擇貧困嘅生活嘅。又或者有啲人咧可能係即係貧到咧可能要賣咗啲仔女啊，甚至乎咧去到最極端嘅貧咧，可能會係人相食嘅，食人嘅，即係呢一種咁嘅極端情況咧，即係都會有記載。但係我哋如果要講話，即係普遍嚟講係點嘅話咧？其實我最近咧就見到有個研究咧，佢就有嘗試去做呢啲咁嘅資料整理。咁啊，2025年咧有個嘅研究咧，佢咧就係講對比漢代同埋羅馬時期咧嘅一個即係貧窮嘅數據嘅整理啦，咁樣。佢嘅即係得出嘅結論咧，就係喺漢代嘅時候咧，其實係1% 嘅人，即係最有錢嘅1% 嘅人，同埋比較貧窮嘅50% 嘅人咧，其實攞緊嘅資源咧係差不多嘅咁樣。所以見到咧喺漢代裏面咧嗰個即係貧富懸殊或者個不平衡嘅情況咧係好嚴重嘅。所以如果我哋用呢一種嘅即係研究或者用呢一種嘅數據去睇嘅話咧，咁似乎呢一種貧困嘅現象咧應該都係普遍。大家如果見到穿越翻去咧，你就係見到個1% 嘅啫。其實有50%咧，起碼咧你就應該喺貧窮線之下嘅。咁啊，可能係呢個情況。咁佢嘅研究就當然都係反映出一樣嘢嘅，就係其實兩個帝國咧都係有貧富懸殊噶啦，必然嘅呢個社會就係今日我哋都會有好多貧富懸殊啦，係咪？何況古代啦。咁但係佢嘅研究就發覺咧喺羅馬帝國咧，其實佢係冇咁貧富懸殊嘅，相對於中國嘅漢代。咁個原因都好有趣嘅，就係佢篇文有講解就係話羅馬帝國咧，因為佢要成日派駐啲兵咧去佢嘅邊疆，咁所以因為佢派駐咗啲兵去邊疆咧，佢就要係咁泵錢去邊疆，咁所以咧令到間接咧就 boost 咗，即係提升咗邊即係喺首都以外嘅其他地方嘅一啲經濟活動咁樣。咁但係相反咧，中國好似咧喺漢代佢研究嘅嗰個資料就係個皇帝比較傾向咧係想集中晒啲資源喺自己嘅嗰個嘅首都啊，集中晒資源喺佢自己附近，因此就令到咧佢覺得咁樣先至係安全啲。咁咧所以因為會佢擔心其他地方作反啊嘛，咁佢個情況就會令到中國咧係更加集中晒啲財富，更加咧係有貧富懸殊。咁所以從一個宏觀嘅角度去睇咧，中國古代就算漢朝都好咧，其實個貧富懸殊嘅情況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咁頭先都提及到咧，呢篇文章咧，其實都嘗試對比漢帝國同埋羅馬帝國啦，咁樣。不過咧，我哋其實都要知道咧，就係喺上古時期咧，好多嘅資料咧，其實都未必係可以好清晰咁樣咧，就係總結到一啲數據。尤其是我哋可能講緊後代嘅時候咧，有好多地方志啊，或者我哋有好多嘅即係人口普查嘅情況啦。咁但係漢代咧，其實呢個研究裏面咧，佢都有講咧，就係話佢所講嘅呢個所謂盛世嘅時候咧，其實佢係用緊人口嘅高峰，即係漢代嘅一個人口高峰咧，係去判斷。其實代唔代表呢個就係即係漢代最盛嘅時候咧？因為我哋一般理解漢代最盛可能係漢武帝咁樣，其實呢個咧都係一個可能係西漢末年嘅時候嘅狀態。咁所以即係我哋去睇呢個研究嘅時候咧，佢未必反映緊成個漢代嘅即係一個狀態。但係咧就係即係人口多係咪就代表勞動力多，就代表即係有錢，代表盛世咧咁樣？咁呢個咧都係我哋可以喺呢個研究當中去睇到佢嗰啲數據同埋咧佢個結論之間嘅嗰個關係。係啊，其實即係喺古代嘅社會咧，人口增長其實未必係等同於科技嘅技術上面增長噶嘛，咁所以喺有限嘅資源底下，其實人越多，咁就僧多粥少，反而係令到貧窮嘅情況咧，可能更加加劇都未定嘅。又翻去講下呢篇文啦，其實佢仲提出咗一個好有趣嘅概念咧，就係話咧，
其實原來咧一個帝國點解會富庶咧，好可能正正就唔係嚟自於整體嘅人民嘅生活係富庶咗，而係咧更加集中咗喺個皇帝嗰度嚇。咁佢就發現咧，其實古代社會咧嗰種嘅表面上好似好富庶咧，其實係因為透過剝削大部分嘅人嘅財富嘅嚇。咁佢就計算咗好多嘅一啲嘅原始資料啦，就發覺咧一個文明能夠去剝削人民，去到一個程度就係令到佢哋唔會死嚇，因為佢死咗佢就剝削唔到啦。但係啱啱好能夠剝削到佢，攞到佢盡啊，即係盡量喺揸乾晒啲人民嘅財富嘅嗰個能力上邊咧，其實漢帝國其實比起羅馬帝國係揸得更加盡一啲咁樣樣嚇。咁所以似乎咧喺生活喺一個所謂盛世當中咧，都真係唔係真係咁過劑喎。冇錯啊，其實我哋即係除咗話即係跨時代咁去對比嘅時候咧，其實同一個差不多嘅時代啦，我哋可能兩個唔同嘅地方咧，就更加可以見得到咧，就係即係嗰個時代嘅嗰個即係貧窮問題，唔係單純咧就係物質未發展，或者咧可能係即係佢嗰個物質條件嘅問題，而係可能一啲社會制度啦，或者可能係講緊嗰度一啲文化咧，係會導致到嗰個貧窮問題咧係更加嚴重嘅。因為喺漢代咧，其實有好多嘅嗰啲即係詩歌啊，或者好多漢樂府咧，其實佢哋都係描述貧窮嘅狀態。講緊樂府係一個官方機構嚟嘅，佢收集嗰啲嘅詩歌翻嚟，但係民間咧係一定係有大量咧，佢先至會官方都收入去，然後咧即係保存喺嘅官方嘅資料庫當中，甚至乎講到嗰啲人咧係窮到咧就係即係個屋企個缸裏面咧係冇晒米啦，一件衫都冇得着啦，咁啊要決定咧要攞把劍出去咧就去試下去可能去用暴力嘅方法咧去搶啲錢翻嚟啊，養活屋企人啊，即係呢一種嘅狀況咧都係記錄喺官方嘅記錄當中嘅，因為呢啲詩歌，咁所以就見到其實應該係去到一個好極端嘅情況。係啦，咁我想大概我哋又了解咗就係其實中國古代嘅盛世即係漢朝都係相對嚟講係有貧富懸殊啦。我哋亦都可以再試下繼續微觀一啲咧，去了解下究竟實際上真係有幾窮咧。其實咧，或者我哋可以舉一個例子咧，去睇下就係嗰啲人究竟即係點樣會落入貧窮嘅境地咧？咁樣即係我哋當然知道一個人佢個人嘅因素，可能佢理財或者可能係講緊話天然嘅因素，佢失收可能會導致到一家人去變得貧窮啦。咁但係咧，其實喺漢代咧都有一種即係結構性嘅情況咧係出現嘅。所以咧，我哋會見到嚟《漢書》食貨志裏面咧，佢有記錄過咧，就係嗰啲官員去遊說個皇帝去做一啲政策嘅時候咧，有描述過一個狀況。雖然未必係一個具體一個屋企嘅狀況，但係咧，可能係一個普遍當時窮人咧會遇到嘅情況。佢話例如一個五口之家，即係一個即係家庭，可能咧有父母之外咧就有三個仔咁啊，幫手去農耕啦咁樣。佢哋做一個農耕嘅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咧第一步咧就係佢哋會遇到嘅嘢咧就係可能隨時咧國家會需要打仗啦，或者咧需要一啲嘅公役啊，咁所以咧佢哋就需要去做一啲體力勞動啦，咁樣減少咗嗰個能夠耕作嘅人。咁而亦都有時都會有即係疾病啊，因為古代嘅衛生條件會差啲啦，所以勞動力嘅突然減少咧係第一個會導致到即係貧窮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然後咧，因為佢哋可能急需要錢嘅時候咧，喺古代咧其實已經有即係漢代咧已經有一個即係貿易嘅制度，所以咧佢哋可能就需要賤賣佢哋有嘅糧食，即時攞到錢啊。甚至乎如果賤賣啲糧食都唔夠佢哋去即係生活嘅話咧，就要開始借貸。頭先都講過啦，借貸就係一定係即係呢一個貧窮嘅開端嚟嘅，因為利息嗰個即係增加咧，即係唔單止現代，古代其實嗰個利息咧都係好重嘅。所以咧就變咗，你可能要變賣家當啊、賣田啊，甚至乎你成個家庭咧會瓦解嘅。所以往往都係勞動力減少，賣咗啲自己啲嘢，然後咧借貸，咁樣一步步咧就係跌入呢個貧窮線。好多時候係呢一個情況嘅，其實。咁所以古代其實都已經有借錢啦，即係大耳窿呢啲嘢真係其實真係好橫跨呢個時代啊。咁但係我想問咧，就係其實如果啲人啊，即係窮到咁嘅情況，借錢都還唔起，佢仲有冇出路咧？嗱，借錢都還唔起咧，佢有時咧你可以可能靠你好彩都得嘅，因為例如喺管仲嘅時代咧，間中咧嗰啲有錢人咧，或者嗰啲即係統治者咧，係會免咗你嗰個借貸嘅咁樣，咁啊燒咗啲借據佢啊冇事啦，咁啊收買民心用呢種方法。咁
咁如果你嗰陣時遇到咧，咁就相當唔錯啦。咁但係咧就唔係成日都會出現嘅呢個狀況。所以如果嚟去到漢代，佢比較係一個即係統一嘅帝國嘅時候咧，可能大家唔需要用呢種方法去收買民心咧，咁就可能你真係一定要還嗰個嘅利息啦，還嗰啲嘅錢啦。咁如果你真係還唔到嘅話咧，可能就要賣田賣地，將你所有嘅可以生產嘅工具咧都賣晒出去，甚至乎最後咧就係賣子啊，就賣仔女啊。咁呢個咧一定係即係最慘嘅。甚至乎咧喺漢書裏面記載咧，有一啲嘅人物咧，佢係被賣過6次嘅，即係賣咗一家人之後咧，嗰家人又窮喎，咁又賣咗佢，咁賣嚟賣去咧，咁又俾人賣咗6次。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呢一種賣子嘅情況，令到嗰個家庭，即係你可能賣一個仔，你自己可以捱多1年，即係你個家庭捱多1年，呢種情況咧係會出現嘅。咁除咗賣咗出去之外咧，亦都有一種方法咧，就係僱傭啊。即係呢個喺我哋心目中咧，頭先講咧就係話，即係工作即係一種工作嘅一種啫。但係喺古代嚟講咧，留用啊，佢哋叫做就係好似一啲流民咁樣，你留去呢度做嘢，留去嗰度做嘢，邊度有嘢做你係做乜嘢咁樣咧？其實對於政府嚟講咧，係一個幾危險、幾可疑嘅人口嚟嘅。你就唔係固定喺嗰塊田，固定係做嗰個工匠咁樣。咁所以咧，你可以咧。啲人會覺得係落入呢種境地，就係你冇晒生產工具啦，你去幫人耕田，你去幫人做嘢。咁呢個咧好多時候係佢對嗰啲即係借貸冇得還啦，或者係災民啦，冇咗地嘅人咧，其實佢哋可以即係做嘅可能係最終嘅選擇。甚至乎咧，即係我哋如果再進多一步咧，有啲機會咧就唔係成日有嘅，就係例如可能喺某啲時期咧，例如喺即係西漢末年啦，或者東漢嘅時候咧，都會發生過咧，就係佢哋有好多嘅土地咧，其實係未開墾嘅，即係唔似得我哋而家咁樣啦，你揾塊地都難。但係以前咧，其實你喺你個地方係窮啫，但係其實即係好多地方都需要人力嘅，人力係一樣好珍貴嘅嘢嚟嘅。所以咧，嗰啲嘅統治者皇帝咧，其實佢哋會即係提供一個選項俾嗰啲冇田嘅人咧。如果你願意遷徙去一啲好偏遠嘅地方，去啲邊疆嘅地方咧，咁其實佢會俾個田你。然後俾種子、俾工具，甚至乎俾埋隻牛你咁樣，咁你咧就可以喺嗰度就變下一個有錢人啦，可能有機會翻身啦。咁你就要離鄉別井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可能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如果你捉緊到呢啲嘅政府俾你嘅機會嘅話咧，咁都算係有機會可以翻身嘅。咁即係其實一個人如果窮到窿嘅話咧，就最後就係梗係賣仔女，但係連仔女都賣埋嘅話，又或者你冇仔女嘅話咧，就賣咗自己咯，即係感覺上聽落去，即係好似賣出咗自己嘅勞力。喺古代就當然冇現代咁多即係勞工保障噶嘛，其實就我感覺上就係其實你賣咗去變咗俾人做奴隸。咁啊，當然啦，你亦都好似頭先阿 Hugo 咁講，就可以係有機會嘅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咁就可以開拓新嘅土地。咁當然都係要捱騾仔嘅，你永遠去到個新地方咁樣係好辛苦。但係 at least 咧就可能冇好似係喺翻自己原有嘅地方做人哋嘅奴隸咁辛苦咁樣。即係我諗個情況大概係咁啦，係嘛？冇錯啊，其實頭先所講嘅情況咧，就真係咁樣，即係貧窮到一個情況咧，就係即係賣咗屋企人，賣埋自己咁樣，咁咧就即係可能會過一個好悲慘嘅生活。咁你有冇得翻身咧，就真係睇彩數啦呢樣嘢。咁所以即係頭先講到就係話，漢代有好多詩歌啊，有嗰啲孤兒行啊、東門行啊，佢哋就係描述嗰啲孤兒點樣俾人賣咗出去之後，跟住咧就即係可能係受到人哋嘅奴役啊。咁呢啲嘅情況咧，係喺漢代嘅詩歌當中咧都有好多嘅記載。但係咧，其實有一個有趣嘅現象，就係講到呢樣嘢咁慘，貧窮咁慘咧，又唔係個個都係被逼貧窮喎，有啲人係選擇貧窮喎。咁呢個咧就係選擇貧窮係咩情況咧？當然選擇貧窮嘅人咧就唔會去到嗰種真係赤貧，真係咧去到餓死嘅情況啦。但係好多嘅古代嘅士人、讀書人咧，其實佢哋都會借助貧窮咧，係令自己嘅道德好似顯得更高尚，甚至乎咧係有機會可以上位去做官添嘅。咁可能即係最出名嘅咧就係即係顏回啦，即係孔子嘅學生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就係即係佢係孔子會講佢咧就係話，即係人係不堪其憂嘅，即係大家都會好憂慮嗰個生活嘅狀況嘅時候咧，回也不改其樂，佢可以享受樂在其中嘅咁樣。咁呢種情況咧，其實就係即係顯示到佢即係喺貧窮嘅狀態之下咧，仍然能夠堅守佢嘅道德啊，佢自己嘅信念啊咁樣啦。咁喺最初嘅時候咧，好可能咧係真係佢即係自己嘅表現嚟嘅，因為呢樣嘢係佢冇一個獎勵嘅。但係去到漢代嘅時候咧，就因為有呢一個嘅即係察舉制啦，咁就係有啲嘅長老嘅地方嘅一啲士紳咧，佢哋就會去觀察有邊個人咧係一啲有道德嘅人。咁你點樣話俾人聽我有道德咧？咁樣你最好嘅方法咧就係話俾你聽，我好窮。但係我都生活得好好嘅咁樣，咁咧最可以顯示到你有道德，咁啊最有機會俾人咧就掹咗去做官。
所以嗰啲情況咧就可能係例如父母離世咁樣，佢哋就守喪，平時係守喪3年嘅，佢守喪好長嘅時間，因為守喪嘅時候咧，佢哋就要過一啲好清貧嘅生活嘅，粗衣麻布啊，唔可以食肉啊咁樣。但係佢哋咧有啲人咧好誇張嘅，佢哋咧就會即係因為佢哋會住喺墳墓隔離嘅，如果父母過身之後。佢哋咧甚至乎咧會匿喺墳墓嗰度掘條地道，喺下面飲酒食肉，甚至乎咧喺下面咧就享樂嘅，出嚟咧就扮晒嘢咧，就係扮貧窮咁樣。所以係有啲人咧係扮窮咧嚟即係攞嗰個社會地位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即係比較誇張啲、比較嚴重啲嘅情況咯。某程度上反映到咧，即係當時古代嘅人咧，係好崇尚即係一種窮嘅生活嘅呢種境地嘅，即係我哋而家都會講話躺平咁樣樣啦。但係似乎喺古代咧，就係窮咧係一種好嘅，大家認為係有道德高地嘅一個生活狀態喎，唔知係咪咁咧？其實可以咁講嘅，即係有一種講法就係即係時窮節乃現啊嘛，即係你去到真係窮困嘅境地咧，你先至見到嗰人真正嘅本質，佢究竟係唔係真係有道德嘅咧，定係佢有錢有餘閒就捐少少錢出嚟咧咁樣。所以儒家咧某程度上咧，佢係都同意呢一種清貧呢一種赤貧咧嘅狀態咧，其實係一種道德嘅檢驗嚟嘅。可以咁理解，但係頭先講到就係咪歌頌貧窮或者覺得哇窮就係好，窮就係道德高地咧？其實就唔係咁嘅。起碼孔子嘅時代咧，佢所講咧就係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邦有道。如果你屋嗰個家邦咧，嗰個國家咧係即係盛世嚟嘅，係好嘅話咧，貧且賤恥也。貧窮地位低咧係一種羞恥嚟嘅。調翻轉咧就係即係如果你喺一個亂世當中，你係靠即係阿諛奉承去上位嘅，你去有錢咧，其實都係一種羞恥嚟嘅。所以就要睇下究竟你身處一個咩嘅社會狀態。即係如果你嘅社會狀態好好嘅，你努力你就賺到錢嘅，你其實係即係冇咩壓迫嘅，你都窮，其實係一種羞恥嚟嘅。即係喺孔子嘅眼中，孔子都會講過就係話，其實佢都想要富貴嘅，即係只係因為嗰個手段上，我而家喺亂世當中，我一定要不道德先可以有錢，咁我冇辦法啦。如果可以輕鬆攞到錢，我又可以守道德咁攞到錢咧，孔子都想要錢嘅。咁所以即係孔子其實唔係歌頌貧窮。咁但係去到即係我哋講緊漢代嗰種嘅狀況咧，就因為頭先講到就係即係道德咧已經唔係再係一種單純我哋講思想上嘅，或者我哋講緊係人與人之間嘅判斷，而係佢有一個社會制度喺度。咁所以即係貧窮同埋呢一個道德，佢掛咗鈎落去，就係大家會覺得啊，你咁窮，你一定係因為你可能係對人好好，或者你一定咧係將好多嘢付出咗出去外面咧，所以你先至會咁窮嘅啫，咁樣。咁所以就會變咗即係貧窮似乎咧就同某一種嘅社會地位掛咗鈎。呢個其實除咗儒家之外咧，仲有一種嘅因素都有影響，就係道家嘅思想。因為道家咧好強調嗰種即係同自然融合啊，好要隱居啊嗰種嘅狀況，所以佢哋一方面咧又可以攞到儒家嘅嗰個道德高地啊，我哋好似顏回咁樣安貧樂道，窮我哋都開心嘅咁樣。另一種咧，我哋甚至乎好似一個即係嗰啲後來講終南捷徑做道士咁樣啊，我係修道之人，我咧係同天地冥合嘅咁樣。咁去到呢個狀態之下咧，啲人就覺得哇高人啊，個皇帝都要揾你嚟做老師啦咁樣。去到呢種狀態嘅話咧，就可能會俾人容易啲發現，甚至乎咧就叫做走條捷徑。咁呢個咧可能係佢哋諗緊嘅嘢咯。咦，咁即係按照儒家思想嘅講法咧，照計盛世就唔應該有咁多窮人嘅喎，唔知係咪咁咧？應該咁講嘅，儒家思想所講嘅嗰種盛世，同埋我哋今日去睇咩叫盛世咧，其實係可能會有啲唔一樣嘅。因為孔子所講嘅所謂家邦有道咧。嗰個有道嘅意思咧，可能係講緊個君主係一個仁慈嘅，符合儒家思想嘅一個君主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係呢一種君主嘅話咧，佢應該考慮嘅咧就係好似孟子所講，即係冇恆產嘅人咧係冇辦法有恆心嘅。你冇辦法有穩定嘅收入咧，你係冇辦法有穩定嘅道德嘅。咁呢個咧，即係係對於一般人嚟講，對於普通百姓嚟講咧，係呢個狀態，淨係得一啲士人啊、讀書人咧，你先至可以冇錢都咁有道德嘅啫。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呢個狀態之下咧，可以咁去理解。咁但係咧，我哋如果講緊後來漢代嗰種嘅盛世咧，其實係後來嘅即係歷史學家啦，或者我哋講緊去睇佢嘅功績啊，例如係佢嘅打仗啊，或者咧可能係佢對外擴張嘅嗰個勢力啊，或者係佢即係嗰個皇室嘅有錢嘅程度。咁所以你話孔子會唔會將成個漢代都視為一個家邦有道咧？其實未必嘅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兩者即係所謂世俗嘅同埋比較道德嘅呢種嘅盛世咧，可能會有一種落差，導致到咧我哋會見到其實漢代咧，可能喺孔子眼中、儒家眼中咧，都係仍然係一個好唔道德嘅，
或者好唔係好一個符合儒家思想嘅一個朝代都唔定嘅咁樣。咁所以即係佢點解會有窮人咧？可能係咁樣去理解會合理啲。咁如果係咁講啦，即係中國咁多個朝代，孔子究竟會覺得邊個朝代，或者有冇一個朝代係真係喺佢心目中理想嘅一個嘅盛世咧？咁如果要答標準答案，咁一定就係周啦，因為孔子都要夢見周公，因為得以前古代有嘅啫，係嘛？即係去到後期咧，我哋可能應該會講就係話，如果你假設孔子佢真係翻生咁樣，佢真係去到唔同嘅時代，其實我諗佢都會見到好多嘅即係社會問題啊、現實問題啊，因為我哋真係想像一個家邦有道，真係大家好有階級，然後咧好整齊嘅即係禮樂嘅。其實好多時候都真係只能夠喺即係古代裏面去呈現，係一種某程度上係一個理想嘅想像嚟嘅。咁而一個國家，尤其是越嚟越複雜嘅一個社會狀態，例如我哋講緊科技發展啦，對外嘅接觸越嚟越多，可能你要接觸日本、接觸西域咁嘅時候咧，其實一個國家佢需要運作嘅時候咧，佢必然有好多嘅取捨。你對呢啲人好，你對嗰啲人唔好，所以喺儒家思想嘅嗰種家邦有道嘅即係理想裏面咧。其實我諗大部分好有為嘅君主咧，其實可能都會出一啲差錯嘅。咁所以即係儒家有一個嘅所謂理想咧，喺《尚書》當中所講咧，就係話即係四海貧困，天祿永終。如果你令到四海嘅人咧係窮困嘅話咧，佢個天會收翻個天子嘅權利嘅，即係會令到你終結咗你天俾你嘅嗰個恩賜啦、權力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可以調翻轉一個結果論就係。其實好多嘅時代咧，都有貧困，都有人係即係人相食啊、賣子啊呢種情況啦。所以儒家可能就覺得其實個天可能應該係收翻呢啲嘅權力都唔定。咁所以似乎咧，其實盛世之下咧，喺現代人嘅角度就即刻會想像就係喺物質層面嘅富庶啦。但係儒家思想嘅角度咧，反而可能咧只係停留喺一個即係精神層面啊、道德層面上邊嚇，未必咧真係好似我哋諗緊咧，漢唐盛世都一定係咁富庶嘅。好啦，或者我哋今集傾到呢度啦，我哋下集再傾其他話題。拜拜，拜拜。